我爸出轨了保姆的女儿。我告诉妈妈，却被他一巴掌扇倒在地。自己不要脸勾引男人，还给别人泼脏水。呸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后来我被保姆的女儿推下楼梯，血流了一地，我忍着痛求救，可他们却眼睁睁看着我血流尽而死。重活一世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再睁开眼，我正坐在餐桌前，保姆在一旁阴阳怪气，整天什么事都不干，就知道等着吃饭。要换成我女儿，早就把饭菜做好了，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眼神嫌恶。现在的姑娘啊，穿的又是露腰又是露腿的，一点都不自爱。要换成我女儿，我早打断腿了。哼，谁家要是娶了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还不得倒3代谢梅？她不经意瞥到地板，一下子炸毛了。头发这么多，把我刚扫的地都弄脏了，天天掉毛跟条狗一样。还有这些鞋印，脏死了。我坐在桌前，一开始还回味着重生的震惊，他的声音越来越聒噪，我也越来越确定这一切不是梦。反应过来后，我哼笑一声。有些人在别人家待久了，就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了，惯的。前世看在他尽心尽力照顾我爸妈的份上，我没跟他计较，没想到他反倒不知收敛，对我愈加不客气。我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再瞎逼逼就给我滚。许莲愣了一瞬，双手一拍，坐在地上嚎叫：哎呦，夫人先生啊，你看看小姐，我这么尽心尽力照顾这个家，她背着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我妈听到声音，从楼上下来，不问缘由就指着我脑门：顾年年，你在干什么？又欺负许姨，每次回来都闹事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看到我妈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我压抑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，死死抠着掌心的肉，有委屈，有愤怒，更有恨意。明明我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可她为什么对一个来家里1年的保姆女儿那么好？我知道她嫌弃我不够淑女，不够温柔可人，可我是她的女儿啊。有谁会舍得为了外人，在自己女儿受到侵犯的时候放过施害者，还联合施害者和帮凶对自己女儿百般侮辱？有谁会为了外人，冷眼看自己的女儿活活流血而死？我是她的孩子啊！我妈似是被我仇恨入骨的眼神吓了一跳。顾年年，你反了天了，还敢瞪我？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是吗？我闭了闭眼，压下泪意，轻轻缓了口气，微微松开紧握着的拳。你为什么一直都向着外人？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我妈被我问得一愣，许是习惯了上一世做小伏低的我，没想到我能这样质问她。平时牙尖嘴利的她，一时间竟然也没反应过来。许莲看到撑腰的人来了，立马站起来，开了开眼角不存在的泪，当着我的面跟我妈打小报告：夫人，你是不知道，小姐刚才叫我滚的。我在顾家兢兢业业工作了5年，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。我知道小姐不喜欢我把希儿带过来，希儿优秀，处处比她做得好，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。这么对我吼叫我滚，我心都寒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也麻烦你和先生这么多了，小姐看我不顺眼，我还是带希儿走吧。我妈连忙阻止许莲：许姨，别，这个家还轮不到她做主，你和希儿安心待着。希儿这孩子我看着就喜欢，乖乖巧巧的，多好一孩子啊，哪像她做什么的都不行。妈妈瞪了我一眼：顾年年，还不过来跟许姨道歉？许姨眼底划过一丝得意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我讽刺地笑了：道歉？不道歉，你就从我家里滚出去。我愣了一下。好啊，我道歉。我伸手拿起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砰就往许莲身上砸去。许莲被烫得龇牙咧嘴：啊，疼死我了！顾年年，你疯了，疯了！老娘确实疯了。我继续抄起菜碟，砰砰砰四处乱砸，饭菜溅得到处都是。许莲和我妈被迫缩在角落里，眼神带着惊恐。我逼近他们：道歉是吗？我给你道歉，够响吗？哈，够响吗？我问你够响吗？砰的一声，又砸了一碟在他们脚边。够不够？许莲连连后退。够响。我舒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以后我道歉都按这个规格来。我走上楼梯，我妈才反应过来：顾年年，翅膀硬了是吗？还敢吓我？
说着就想追上来，许莲立马抓住：“夫人，别，万一又发疯怎么办？”进房间关门前，我妈还在骂骂咧咧。我贴着房门，脱力坐下，抱着双膝，泪水无声流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开了开双颊，喃喃道：“既然你们不要我了，那我也不要你们了。”心里划过一丝狠意。这一次，你们都给我赎罪吧。经过我的发疯，许莲没敢再惹我，叫倒水倒水，叫切水果切水果，别提多乖顺了。瞧，这人狠起来，谁敢欺负？什么善有善报，都是狗屁。晚上，我爸出差回来了，和许仙儿一同出现在门口，说是恰巧遇到了。我妈也不在意，还笑嘻嘻地拉过许仙儿，亲热地喊他洗手吃饭。许仙儿乖巧地和我打完招呼，才坐下。在我爸妈面前，他可温顺得很，长得娇俏，性格温和，学习也好，活脱脱别人家的孩子，很难不讨人喜欢。自从1年前他来了之后，我就变成了爸妈眼中面目可憎的女儿。我爸刚坐下，就开口宣布：“仙儿准备考研了，年年你房间大，光照也好，就给仙儿吧。”来了。前世在爸妈的要求下，我把房间让给了许仙儿，一步退步不退。一个保姆的女儿，一步步蚕食我的地位。你那辆车也给仙儿吧，反正你也不常开，仙儿去学校有车也方便一些。还有你那架星海钢琴，我给仙儿请了位钢琴老师，仙儿在钢琴上很有天赋，浪费了就可惜了。我爸絮絮叨叨，嘴里每一句没离开许仙儿。前世我以为只是因为许仙儿乖巧，学习又好，所以他看中他，没曾过想过他们有一腿。我爸出轨了一个比我年龄还小的女孩，恶心透了。我嘲讽地笑了下，淡淡道：“爸妈，那间房是我5岁时我们一家3口亲手布置的，小到配饰，大到家具，都是你们陪我按照我的喜好亲自挑选的。那辆车是我16岁考上高中，你们送我的升学礼物，我一直舍不得开。还有那架钢琴，你们忘了吗？是你们送给我的18岁成年礼物。那天你们说我永远是你们的小公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变了？”我妈脸色立马变了，斥责道：“顾年年，你这是在怪我们？希儿要考研，你把房间让给他怎么了？那车和钢琴你又不常用，不给希儿难道放着积灰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？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许希儿这时出来，顾叔、顾姨用不着，我那房间虽然小了点，但也够用了。而且我经常住学校。至于车和钢琴，顾叔、顾姨，我打算攒钱买新的。”他欲言又止，你们也知道我有些洁癖。我没嫌你脏就不错了，我冷哼道。我爸第一个出来反对：“怎么不用？环境好，学习才会更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至于车和钢琴，也是我考虑不当，我给你买新的吧。”对，买新的，咱家也不缺那个钱。我妈对着我一脸不耐烦：“顾年年，你今晚就把房间腾出来。”妈，是不是我几天不发疯，你就把我当正常人了？我哐地站起来，一头扎进厨房，出来时提了一把刀，咔一声砍在桌上。众人脸色大变，立马起身后退。我眯了眯眼，要我房间是吗？行啊，先让我砍几刀，要是没死的话，我把房间让出来。我妈冷静下来，立刻指着我吼：“顾年年，还敢吓唬我？有本事给我砍一个看看！”咔一声，我把起刀哐哐哐乱砍一番，砰一声，掀翻了餐桌。要我房间是吗？我让你要，然后猛地朝他们看去，气势汹汹往他们走去。众人脸都白了，急急后退。啊！许希儿尖叫，躲在我爸妈身后。保姆许莲试图拦住我，我一脚踹去，把许希儿扯了出来，拿刀指着他：“还要吗？还要不要我的房间？”许希儿被吓哭了，连忙说：“不要！我没说要你房间。顾叔、顾姨快救我！我没说要他的房间，你们快说啊！”我妈大声喊：“不要了！你那破房间你自己留着。”经过我这一闹，家里安静了不少。许希儿也不敢再背着我爸妈对我嘲讽，一大早就走了，好像背后有鬼赶他一样。后来我爸暗地里给许希儿在学校附近买了套房，基本上天天不回家，跟我妈要么说公司忙，要么说出差。
上一世我很天真的信了我爸工作是真的忙，还可怜过我妈独守空房。如今我看他天天寂寞的样子，满心都是痛快和嘲讽。在某次我爸又说要在公司过夜时，我妈终于忍不住了。我看着他蹙起眉头的样子，对着电话发牢骚，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天天不着家，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保姆许莲在一旁忽然开口帮腔，哎，夫人，这是好事，自个男人上进不好吗？他赚钱还不是给您花，说到底还不是爱您。我爸和许仙勾搭在一块，我不信许莲这个亲妈不知道，有他盯着我妈的动向，我爸偷情那还不简单。上进，妈，我跟你说，男人不着家，一般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赌，要么嘛就是外面有女人了。许莲立马反驳，怎么可能？先生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躺在沙发上，一边看本地新闻公众号，一边阴阳怪气。怎么不可能？外面的小姑娘都又年轻又嫩，一个中年老男人难说有不上钩的。我爸有钱，长得也还不错，难保不会有小姑娘撞上来。妈，你可要看紧了。闻言，许莲面色有些不自然，见我妈吃水果的手顿了顿，我知道她听进去了。第二天，许仙儿一进学校，几个记者打扮的人就围住了他。您就是许仙儿吧？真是人如其名，漂亮。对对对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人。啊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们是京城日报的记者，打算寻找校园美人做个专访，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？许仙儿捂住嘴巴。啊，我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，我们都听说了，您不仅人美还心善，校园墙上还有您救助小猫的照片呢。在记者的彩虹屁中，许仙儿跟着他们去采访了。见他们远去，我勾了勾唇，许仙儿，你可别浪费了我的钱。一下课，我就去宿舍午休，宿舍没人，刚放下背包，许仙儿就进来了，一脸挑衅。哟，这不是顾大小姐吗？见我没理他，他捋了捋头发，继续说，刚刚京城日报的记者过来给我做专访了，说打算让我当最美校花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也不想把你校花的名头抢走的。啧，爸妈被我抢走了，舞蹈队的名额被我抢走了，连校花这个名头我也属于我了。你说你还有什么？他围着我一边转悠，一边凑近我，压低声音说，你的一切我都会抢过来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许仙后退了一步，我可告诉你，这里是学校。他咽了下口水，发疯或者打人可都是犯法的。我贴到他耳边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你说，要是我把你是我家保姆的女儿的消息说出去，会怎么样呢？你敢？叔叔阿姨会帮我的。帮你？以前会，但现在你大可以试试。我没搭理他苍白的脸色和试图叫住我的声音，轻松离去。没几天，许仙儿就成了最美校花，媒体将她吹得不仅人美心更美，不少营销号捧她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我爸妈更是满面风光，到处吹嘘，好像许仙儿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一样，连保姆许莲都在我面前神气不少。我暗自得意，捧吧，捧得越高，跌得越惨。我在许仙儿的房子附近踩了1周的点儿，知道了每周5晚上都有人过来给他的房子做保洁。周5晚，我来到我爸给许仙儿买的房子附近，往地上丢了几块石子。保洁女孩急匆匆赶来，踩到石子摔到了。哎，美女，你没事吧？我连忙扶起她。天哪，你膝盖都流血了，能站得起来吗？啊，不行，我扭到脚踝了，起不来。糟了，我还要做家政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女孩一脸着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如你先去医院吧，我帮你去做保洁。我拍拍胸口，你放心，我在家里经常干，没问题的，你把注意事项告诉我就可以了，劳务费还是你自己拿着，我分文不要。我在女孩感激的目光中给她打了辆车去医院。我换上她的清洁服，把口罩一戴，就光明正大的进了我爸给许仙儿买的房子，利落的在各个角落安上针孔摄像头，还来到主卧，把安全套统统戳了洞。我办完事刚想走，又折返了回来。既然答应了要打扫房间，那就得说到做到。我用他们的牙刷擦马桶，
用擦马桶的毛巾擦他们的洗漱杯，鞋踩到床上给他们铺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拍拍手走人。第二天，我约了我妈的好友陈怡去学校附近的商场购物。我看了下时间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便说：“陈怡，我们去那边的咖啡馆休息一下吧，那家店的环境好，咖啡也好喝。”行啊，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正聊着天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指着他，惊讶道：“哎，那是我爸爸，不是说出差了吗？怎么在这里？”而他身边，许希儿正亲昵地挽着我爸的胳膊，可惜没有正脸。陈怡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年年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呀。说完就急急忙忙起身，还把头巾和墨镜戴上。我笑了笑，继续喝咖啡。刚回到家，就感受到一道赤裸的目光。坐在客厅的一个男人正毫不忌讳地打量着我。你好，你就是顾年年吧？我叫许巍，是许希儿的亲哥陈威，前世侵犯我的男人。他笑容温和，可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猎物一般。你长得真漂亮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抱歉冒犯了。既然知道冒犯，那就闭上你的臭嘴。陈威长得清秀斯文，可实际上就是一个好色批，祸害过不少女孩。因为他平常在面上都表现得温和有礼，下手又干净，没人信那些女孩。前世我就是其中一人。我告诉我妈，她却不信。在许巍的天醋点火中，我成了勾引男人的贱人，还被许希儿闹到了学校，我被学校辞退，还被网暴。后来我得了抑郁症，整天动不动就哭。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你这个放荡货，下流胚子，还好意思哭，自己勾引男人，还害得我脸上无光，遭人指指点点。我上辈子造的什么孽呀？哭哭哭就知道哭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看我不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！”说完就照着我劈头盖脸的抽。在无数次的讽刺和暴力中，我无数次想过结束生命，但后来许希儿比我自己更先动手，如今我也要更先动手才好。我爸妈对许巍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许巍贴心地给我拉开椅子，我看都没看，坐到了另一个椅子上。许巍也不在意，还特地坐在了我的对面。年年，来，这个好吃，你尝尝。年年，妈的，恶心透了！我一记眼刀扫过去，不想吃饭的话，就去厕所里吃屎。许巍面色一僵，哈哈哈，年年，你还真是幽默。说着，还朝我抛了一个媚眼，在餐桌下勾了勾我的脚。我脸色黑了，一脚踢过去，许巍踉跄了一下。众人看去，他摸了摸头，不好意思，没坐稳。没事哈。你没事，我有事。我径直走过去，一脚踹向他的椅子，连人带椅翻了出去。趁着他没起来，我提起脚就往他腹部狠狠踢去。年年，年你妹！再敢喊一声，我他娘的让你见祖宗！许是见过我发疯，大家这次反应倒是没那么大了。许莲端菜出来，见到这幅场景，放下菜连忙跑过来：“哎呦，小姐，您别打了！哎，别打！”有许莲拉着我，踹了只10来下才停下。所有人都被我的发疯吓得大气不敢喘，许巍更是连饭都没吃完就借口逃离了我家。但我知道他不会走的。半夜，我抹黑下楼，果不其然，听到许莲和许巍在压低声音说话，立马打开手机录音。妈，我想要顾年年。你个混账！上次不是说是最后一个了吗？再说了，这个顾年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，忽然性情大变。以前我以为他能被随手拿捏，现在反而成了疯子。这你还想要？妈，你就帮帮我。他长得那么好看，你儿子我吃一口也不亏。你要是不帮，以后我就不管你了，你也别想要孙子。再说了，这种女人征服起来才有劲儿。我告诉你，只能玩玩。顾年年又赖又馋，打人又那么狠，可不能当我儿媳。那是自然。妈，你是我亲妈。哎，好了，被打得疼不疼啊？两人嘀嘀咕咕密谋了一阵，我录完音就悄悄地回去了。还想要孙子？这一次我让你们许家断子绝孙。果不其然，
第二天，我妈接了个电话，就急吼吼地准备出门。妈，你去那呢？我妈恶狠狠地说，捉奸。你陈姨说，你爸在外边养了个小三，他周六看见了，还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距离，到了小区里。好啊，还骗我说出差，其实是去看那个小贱人，还给他买了房子。看我不撕烂他们这对狗男女，我跟着我妈风风火火的一起去了许仙儿的住处。这种好戏我怎么能错过呢？我妈哐哐哐拍门，门框震动。顾建行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再不开门，老娘把你们拆了！别给我装聋作哑，有本事做，没本事承认。给我开门！过了几分钟，开门开了，我爸穿戴整齐。我妈冲上去就是一顿乱抓，你个不要脸的，竟然敢给我养小三！看我不弄死你！我爸抓住他，你冷静一点，什么小三？先把事情说清楚，还给我装是吧？我妈一把推开他，径直往房间里走，一打开门，见是许仙儿，愣住了。我妈气得发抖，指指我爸，又指了指许仙儿，你们两个竟然干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！许仙儿，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勾引我老公，他都可以当你爸了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！许仙儿脸都白了，连连摆手，不是的，顾姨，你误会了。我妈还没等他说完就冲了上去，扬起手就想扇下去。我爸连忙拦住，你冷静一点，什么小三？你乱说什么？你先听我说好不好？我妈挣开手，瞪着他，行啊，你说。这不是仙儿要考研了吗？年年又不愿意把他的房间让给仙儿，我就给他在这里买了一间房，这不上班呢，顺路过来给他送早餐。什么小三？你从哪听说的？你说这话让仙儿怎么想？真的？不然想什么呢你？我把仙儿当自己女儿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混账事？那你跟我什么说是出差？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？我妈慢慢放松下来，还在房子里四处看了一会儿，没发现什么异样，才放下心来。我看到浴室里只有许仙儿的洗漱用品，衣柜里的衣服也全是她的，做的还挺谨慎，上次来的时候还是成双成对的，估计是许莲报的信儿。我爸摊了摊手，看吧，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好吧，我信你，是我误会你们了，仙儿对不住啊。许仙儿也上前来，顾姨，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误会了。顾叔可爱您了，刚刚他还问我送您什么礼物好呢？要是我以后有这么个丈夫，我可要幸福死了。我妈闻言喜笑颜开，哎呀，你顾叔也是的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搞这种小年轻儿的浪漫事。我妈叮嘱了几句就带着我走了。门关上前，我还看到我爸对许仙儿抬了下下巴，似在说看吧。我就说没事，我冷笑一声，跟着我妈离开。演吧，这将是你们最后一次演了。几天后，保姆许莲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想让我帮她去拿东西。上一世我就是被她骗到她家，被许巍侵犯的。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想想就兴奋。我掂了掂前几天刚买的电击器，然后用短信报了警后，欣然答应。我一到，许莲就说，小姐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您陪我上去吧。我眉头一拧，乌漆嘛黑的，又脏又臭，我才不去，你拿下来吧。别呀，小姐，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是拿不动，你陪我去吧。在许莲的哀求下，我不情不愿地上去了。一打开门，许莲就把我推了进去，咔的一声关上门。我挑了挑眉，许巍猥琐地逼近我，把我困在门边。他深深地嗅了一口气，年年，你真是香啊。我弱弱道，你想干什么？年年，不要怕，哥哥会好好疼你的。说着就伸手抓向我，我大叫救命啊，用了全身的劲儿，猛地踹他的下3寸。许巍捂着他的子孙根，躺在地上痛呼。我慌乱的又狠狠踩了几脚。许巍抓住我的脚踝，我拿出准备好的电击器朝他扎去，一边大喊救命，一边一会儿踹他，一会儿电他。没几分钟，警察破门而入，许巍已经奄奄一息，我还在疯狂地攻击他。警察把疯了的我拉开，一位女警官还抱着我安抚我的情绪，没事了呀，没事了。我扑在他怀里，
放声大哭。经医院的检查，许巍的歌断了，失去了生育能力。许莲知道后，哭得昏天抢地，在医院里差点昏过去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心里都是大仇得报的痛快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起诉状这2天就会送去你家，我们法院见。接下来的1周，许莲在我家可以说是给我当牛做马。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；让他闭嘴，他绝不敢喘气。每天晚上还要跪在我妈面前哭诉忏悔。一开始我妈还想辞退他，被他一搞二搞，竟然真的心软了。我爸被许仙枕边风吹得更是五迷三道，也来劝我别逼人太狠。呵，有这种爸妈，真是我造了8辈子孽。果然，我妈心软后就来劝我撤诉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妈不依不饶，许巍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一时想错了，反正你也没真出什么事，就撤诉了吧。我冷哼一声，妈，如果今天出事的是许仙，你会放过伤害他的人吗？你能跟仙儿比吗？要不是你整天穿得妖妖艳艳的，会出这种事。许巍是仙儿的哥哥，他坐牢了，对仙儿的影响得多大呀？还有你许姨，她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你这不是没出事吗？我体谅？妈，你倒是会体谅，你体谅了所有人，怎么不体谅一下我？我真的是你女儿吗？我妈难得的心虚了一下。下一秒，她又硬气吼道：叫你撤就撤。不可能，你怎么那么犟？温柔一点，善良一点不行吗？你看看星儿，你就不能学一学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种？我冷笑，学他什么？学他勾引别人老公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光速拿出 U 盘和电脑，一气呵成地打开了之前的监控视频。2条白花花交缠在一起的肉体一起出现在屏幕上，阵阵暧昧声传出，淫迷不堪。高清镜头把他们的面孔拍得格外清楚，赫然是我爸和许仙儿。妈，你好好看看吧，你处处维护的许仙儿可是背着你正在跟你老公上床呢。我提醒道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房间就是上次我们去的那间吧。我妈死死盯着屏幕，嘴抖得厉害，说不出话来，缓了半天才嘶哑开口，这对贱人，不要脸的东西。这时我妈的电话响了，许莲的电话，应该是来打探撤诉情况的。那边还没说话，我妈就开骂了，你个老玉婆，生儿子没屁眼的老货！我呸，养出来的儿子女儿都贱，还想我帮忙，我去你妈的！你和你那个废物儿子就该蹲大牢，死不足惜。还有你那个女儿就是个放荡玩意儿，白眼狼，年纪小小不学好，还勾搭别人老公，想攀高枝想疯了吧？不要脸的小三，贱货一个！我妈骂完就气急败坏地挂断电话，骂骂咧咧地拿起包就往外走了。我连忙跟上，大戏开演，绝不能错过。我妈一进我爸公司就扯着嗓子嚷：顾建行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竟然出轨一个比你女儿还小的贱女人！我呸，也不看看自己多老了，还真当自己是雄鹰啊！1分钟都不到的肾虚男，上班族对这种八卦可是屡见不鲜，但更多的是好奇心旺盛，一个个支起耳朵就围了上来。周围围了一圈人，我妈见人差不多了，就上了楼，直直冲进我爸的办公室。我爸还一脸茫然，就被我妈一个包砸过去。我爸痛呼一声：老女人，你疯了！我妈扯着嗓子大骂：你个不要脸的老货，竟敢灯下黑，出轨一个保姆的女儿！我去你妈的！我妈一边骂着，一边上前对我爸又抓又挠。办公室的人全围了过来，他们认识我妈和我，有乐子看了。年年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我抹了抹眼角的泪，声音沙哑：我爸出轨了，还是家里保姆的女儿，比我年纪还要小。呜呜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顾总不是这样的人。不是误会，是真的。我爸还给那个小三买了一套房子。呜呜，还有那不堪入目的视频。我说着就打开手机录屏给他们看，还把声音开得巨大。众人神色各异。没多久，董事长来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我妈一见董事长就扑上去哭诉：董事长啊，你可得为我做主，顾建行他出轨了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
什么误会？证据确凿。平日里说加班出差，其实就是去找小三。好，都冷静一下，去我办公室说吧。大家都散了，先工作。我妈擦了一下眼泪，我才不要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告诉你们不可能。我爸拉住我妈，你不要胡闹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我妈一拳揍上他的脸，我爸踉跄了一下。放屁！老娘就是要让你们同事朋友们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，装的一副好模样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烂货。我爸一时脑热，回了我妈一巴掌。你个老颠婆！我妈直接疯癫，抄起手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，水杯、瓶子、花盆、键盘，跟我爸展开了一场混战，别人拉都拉不住，甚至还有误伤。我默默退到一旁，差点笑出声。好啊，现世报终于来了。最后还是保安逮着电棍上来，才阻止了这出闹剧。经此一闹，我爸在公司终于待不下去了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两人虽然天天冷着脸，但也还是因为财产分割的问题没离婚。毕竟两人的资产连在一起，离了婚损失可就大了。我妈当众打骂了一顿许仙儿，还拿回了房子。我爸也保证绝对不会再去找许仙儿。来到学校，我唉声叹气，一副哀愁模样。有同学问怎么了，我倒苦水般全说了出来。我们地方小，有八卦的人早就知道了我爸公司那场闹剧，甚至都不用我说细节，早就有人添油加醋把这件事描绘得绘声绘色了。我的天，现在竟然还有这种人，还最美校花呢！我呸！原来许仙儿是你家保姆的女儿，平日里装的一副富家大小姐样，都是假的。信息迅速传播，加上许仙儿之前一直有热度，现在直接登上了同城热搜。什么精？最美校花是小三精？保姆女儿勾搭上男主人，最美校花的富家女人设是假的，应有尽有。有网友质疑，其他神通广大的网友们直接把许仙儿和我爸的信息人肉出来，再加上视频，实锤。许仙儿之前有多么的风光无限，现在就有多么狼狈。网友们还把许仙儿虐猫的事情爆了出来，受到了众多爱猫人士和动物保护者的攻击。我爸现在也不敢出门，不是被人泼油漆，就是扔菜叶鸡蛋。这天，许仙儿来学校办理退学，遮遮掩掩的，还是被人发现了。你就是那个保姆的女儿吧？听说你妈和你哥都因强奸未遂罪踩缝纫机了，真是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！一家子没一个好货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贱呢？一只鸡还真当自己是凤凰了？我呸！下贱玩意儿就是上不了台面。我瞅着也长得不怎么样啊，我那奸夫怎么看得上你的？也是能看得上你的人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。许仙儿的脸的白了又红，低着头，弱弱地说：“你们让开，我要走。”走？你还有脸走？不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勾引人的？许仙儿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艰难地离开。我看见平日里高跟鞋不离脚的许仙儿，今天穿了平底鞋。我笑笑，看来那戳了洞的安全套起作用了呢。果不其然，没几天，许仙儿就出现在我家。我妈购物回来，看见她，立马冲上了楼梯。你来干什么？许仙儿柔柔地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怀孕了？怀孕了就打掉？你还想这个小杂种进我顾家？想得到美！许仙儿淡淡地笑了笑。我特意找人查过了，是个男孩。顾叔说让我留下这个孩子。顾姨，你现在这把年纪，估计也生不出孩子了。这顾家难不成还真要交到顾年年一个女孩手里？许仙儿挑衅地看着我妈。放心，以后我的孩子会好好给您养老的。我妈被刺激的脸都红了，顾见行感。啊，顾姨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许仙儿故作惊讶地捂住嘴巴。顾叔已经把财产全部转移了，你现在呀，没钱了。等我们一走，这栋房子就会有人来收，您还是想想以后怎么生活吧。什么？我妈气昏了头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她一把把许仙儿推下了楼梯，许仙儿咚咚几下滚了下去，后脑勺的血流了一地。我嘴角勾了勾，前几天我以看不惯地毯为由，叫人把铺在楼梯的地毯全撤了。好疼啊！许仙儿捂着肚子，面色苍白。我的孩子，孩子！我妈见状畅快极了，哈哈哈，活该！
你这个贱人就该死！走下楼梯，往许昕身上猛踹，神态癫狂。我爸听到动静从书房里出来，看到浑身躺在血里的许昕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扯开我妈，温霞，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的？犯法？你转移财产的时候怎么不说犯法？你不让我好过，那你们这对狗男女也别想好过。我刺激道，妈，许昕没气了，要是我爸告你，你可是要杀人偿命的。我妈闻言，看了眼已经没了声息的许昕，跑到桌子前拿了把水果刀，冲向我爸。既然要偿命，顾剑行你就陪我一起吧。我爸震惊地捂住喉咙，血在空中划溅。哈哈哈！我妈骑在他身上，又捅了几刀。我看着已经完全疯狂的我妈，趁他还没对我下手，急忙跑了出去。虽然痛快，但这场面还挺少儿不宜的，比恐怖片吓人，也比喜剧片更好笑。我爸和许昕抢救无效，当场死亡，我妈被判了死刑。我把我爸火化后的骨灰用一个廉价的塑料盒装着，去到一个臭水沟里，全撒了。没多久，我就听到消息，许巍在监狱中不知道惹了谁，被活活打死了。我特意去到女性监狱里看许莲，许莲看到我，情绪就激动起来，你怎么还敢来？都是因为你这个小贱人，害我们这么惨，都是因为你，真是可笑。有些人就是坏到骨子里了，明明是自己伤害别人在先，却怪别人反击。我还不在意的笑笑，许莲，我有2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许昕死了，被我妈推下楼梯活活踹死的。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儿子也死了，被人活活打死的哟。啧，你们许家就是上辈子造的孽太多了，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么惨。许莲紧紧地抓住栏杆，我儿子死了，怎么可能？你骗人是不是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有什么值得我骗的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就好好接受吧。许莲呆傻地看着我，忽然把头往窗口撞去，被狱警制服。他彻底疯了。我拿到了我爸妈所有的遗产，低价卖掉了那套别墅，去到别的城市重新开始，开了一间服装设计公司。平常没事就和小姐妹喝喝茶，聊聊天，还时不时旅游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期间不乏有人追求我，有温柔体贴的，有幽默风趣的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有些伤痕是永远无法抹去的，连亲生父母都能对自己如此，更何况旁人。这一生我一个人过，便挺好。晚安。